还记得几年前，大家只会把折叠手机当成一种概念的产品，而且也是一种武力的展现，表示这个品牌有机会有能力做出折叠手机。不过现在变成越来越多人会去选购，把它当成日常使用的手机。这一路走来，变化真的非常的大。一直到了今年vivo 终于把自家的大折叠旗舰 X Fold 5正式带进台湾市场。这一次呢，不止把上一代的优点延续，更在手感、操作、影像还有多功等面向进化到另外一个层次。你或许会以为折叠机只是噱头，但是当你实际体验过 X Fold 5之后，可能会完全改观。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之前 vivo X Fold 5发表的时候，看着规格一面想象它的功能跟手感哦，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虚无缥缈。直到实际拿到手机之后，才发现无论把它放在口袋里面的感觉，或是展开那种夸张的薄度还有更聪明的更好用的界面设计，更不用说折叠机以往为人诟病的拍照都比我想象中的更优异。我只能说，这款手机大家一定要到门市亲手感受一下，它真的是一款光看规格跟功能很难以想象的好用接着我会从外观设计、相机体验还有界面设计一一分享给大家。这是 vivo X Fold 5拿到手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也太轻了吧！全机重量只有217公克，折叠起来的厚度只有9.2mm，展开之后呢，更只有4.55mm，薄起来几乎跟 USB Type C 的孔差不多如果跟 X200 Pro 比起来厚度只差了0.7mm，而且重量还比 X200 Pro 轻了11公克。重点是它的整个重心非常的平衡。拿在手上，无论是展开或是折叠都非常的顺手。vivo 还特别强化了转轴结构重新设计了高精密的折叠结构，可以通过60万次的折叠测试怎么折其实它都不会有什么事情重点是它很好打开打开时候阻力不大，但在开启之后阻尼就会出现，也就是说它可以悬停的角度变大很多所以我折小小的也可以，然后折大大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无论要横着看剧立着拍照，或是像笔电模式一样那样折一半来工作，都可以稳定不晃动。那防护力部分也非常的强大。X Fold 5支援 IP59 Plus 的等级，这个 Plus 很特别那我们先说一下 IP59那这个等级包含 IPX8 跟 IPX9 的防水等级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它防水能力怎么样还有 IP5X 的防尘能力，这个防尘能力也是目前市面上折叠手机中最好的。那不只有通过测试vivo 还直接做到更高的标准，可以耐水下3公尺的水压，甚至可以在水中折叠1000次，它也不会坏。这样水中的能力多了那个 Plus，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太超过。而且就算在-20度的低温环境底下，它也能正常使用。冬天去滑雪、出国拍雪景，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对了。不得不提到这次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东西，就是超薄的保护壳，外面用人造皮革包覆，手感超级好，连转轴部分也有保护到，这点真的很贴心。那即使加上保护壳，厚度也只有11.9mm，基本上完全无损轻薄的感受。vivo X Fold 5内外萤幕都采用8T LTPO 蔡司大师色彩的萤幕，颜色算蛮自然的是画面的对比也蛮舒服，不会太浓也不会太假，都支援120赫兹的高更新率。亮度部分，局部峰值亮度最高可以达到4500 nits， 所以在户外看萤幕会更加的清晰那外萤幕是6.53寸，解析度是2748×1172，比例跟普通手机其实蛮接近的，用单手操作完全没有问题，还支援2160赫兹的高频 PWM 的调光，大幅减少闪烁对眼睛造成的不适。外萤幕的保护玻璃采用第2代的铠甲玻璃，抗穿刺的能力提升30%，我怎么打它都不会有事，因为我手没有很尖嘛所以它耐用度整个大提升展开后的内页萤幕高达8.03寸，解析度是2800×2200，根本就是台小平板。无论是看片阅读或是多工处理，都可以提供超沉浸的体验。它还支援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即使在昏暗的环境下滑手机，也能减少眼睛负担。萤幕折痕，我觉得处理的蛮好的其实上一代就处理的很好，这一代处理的更好。
几乎看不到折痕啊。那处理器部分可能是大多数朋友觉得比较不足的地方，它是采用上一代的旗舰 Snapdragon 8 Gen 3，那搭配16GB 的 RAM， 还有512GB 的储存空间，支援虚拟记忆体啊，可以高达32GB。不过我认为啊，这是在价格跟规格之间的平衡，而且认真说 ，Snapdragon 8 Gen 3即使到现在还是算蛮强的哦。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跑分啊。安兔兔的跑分超过204万分，3D Mark 啊是4380分 ，Geekbench 单核是2170，多核是6460。无论是游戏或是剪片，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应该足以应付大部分的工作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工作它是应付不了的。那电力部分，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强了哦。搭载6000毫安时的超级大电量，而且用上第4代的细负极，还有第2代的半固态电池设计。除了电池密度提高，可以在小面积底下、小体积底下容纳更高的电量以外啊，而且它还可以在-20度的低温下正常使用。那电力续航部分啊，实测播放 YouTube 2个小时，只有耗了11%的电，算是非常省电的哦。那充电部分，这个就也蛮强的啦，支援80瓦的有线快充、40瓦的无线充电啊，还有5瓦的反向充电，这个规格真的很好。那最后补充啊。X Fold 5支援 eSIM 哦，这对于经常出国的朋友，直接下载虚拟 SIM 卡就可以使用了。我觉得便利度真是大提升。X Fold 5搭载3颗5000万像素的镜头，包含15mm 的超广角、23mm 的主镜头，还有75mm 的蔡司长焦镜头。那长焦镜头支援100倍的混合变焦，最高是20倍的长焦微距，还有5台摄影模式，不管是拍远、拍近还是拍特写，通通搞定哦。先来看一下长焦微距，实测最近的对焦距离大概13到15公分，同样有着模拟背景虚化的功能。不过我建议其实不用开启会更自然，毕竟长焦微距的情况底下，你的背景其实都会有自然的虚化。那它最大到10倍放大，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6倍以内啊，我觉得会更锐利啊。那长焦望远部分，日拍在10倍以内，我觉得会有比较好的画质，15倍，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20倍以上呢，明显差异就比较大了哦。那夜拍部分，我建议10倍以内都还算好用，15倍虽然有着 AI 帮助，但是我觉得真的蛮有限的哦。不过以目前市面上的大折机来看，X Fold 5的长焦能力部分应该算是数1数2的。另外，它也支援长焦舞台，在完全没有调整任何参数下，也能清楚拍摄到舞台上表演者的细节。但是折叠机拍演唱会，我觉得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啦。那超广角跟主镜头部分，无论白天晚上、室内或室外，都有着吸睛的色彩跟细节表现。底下就分享随手拍摄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其实真的很难想象，以往拍照都是折叠机最大的缺点，这是我不得不说 ，X Fold 5已经弭平了这项弱势。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人像拍摄的部分哦。vivo 在拍人像部分真的是专家啦，而且在折叠机上表现几乎就跟自家旗舰机一样好。那它有着2335、5085、100mm 5个实用的人像黄金焦段，我最爱用的是85跟100mm。这个长焦人像啊，即使街景比较乱，只要加入压缩感的画面，都会变得比较立体好看。底下也分享人像拍摄的作品给大家。大家觉得人像拍摄效果如何？我觉得真的很好拍啦哦，所以无论怎么拍，我觉得都会很好看。另外啊，这次拍摄的滤镜中新增的经典负片色彩风格啊，可以在一般拍照、人像模式还有 Live Photo 中套用，可以让画面风格更有变化，拍出怀旧感。那既然身为折叠机，那 vivo 也把折叠机的机构呢延伸到拍摄功能上。例如说，在拍摄模式底下打开外荧幕预览功能，那就是被拍者就可以直接在外荧幕看到即时的构图，不只可以拿来整理仪容，而且还可以及时确认自己拍摄的角度。特别是帮另外一半拍照的时候就不会拍完之后才被嫌弃又要重拍哦。而且可以把 X Fold 5折成不同角度，免带脚架，直接放在平台上就可以自拍。自拍也可以直接使用后镜头拍摄，直接享受高画质的自拍效果。而且还可以从外荧幕及时确认构图不用盲拍。
vivo X Fold 5内建的 Fun Touch OS 系统也进化不少，特别是针对折叠萤幕最佳化的操作体验，把内萤幕功能发挥到极致。最让我有感的就是原子工作台，它可以在同一个画面同时打开最多5个应用程式，例如说我可以一边看浏览器，一边查资料，那一边看聊天记录，那同时写笔记，还有草拟回信。那所有的视窗都会及时更新资讯啊，需要回其他的 App 时啊，点一下就可以快速切换，跟使用笔电切换视窗的功能，我觉得非常类似，操作非常的顺畅。那第一次使用时啊，记得从设定你的折叠萤幕专区找到原子工作台选项，开启右下角了内滑启动原子工作台功能，这样就可以在任何应用程式中啊，往中间一滑，就可以快速启动原子工作台。我觉得这个功能大家一定要试试看，非常的好用。另外还内建多种 AI 应用，像是大家熟悉的 AI 消除啊，或是笔记本中的 AI 智慧排版、摘要总结啊、翻译啊，还有截取代办事项，我觉得都很好用。不过我这次要介绍的是一个有趣的 AI 字幕功能，这个是非常实用的。无论在开会啊、接电话啊，或是在英文说明的影片中啊，只要有声音，它都能及时转换为文字啊，而且翻译成指定的语言。如此一来，可以更快吸收会议的内容啊，不怕漏听重点。翻译完之后啊，还可以透过 AI 的会议助理啊，把语音转成文字摘要，还能生成会议记录，这样就不用再熬夜整理笔记啊，或是重听录音档，也可以看摘要，就可以知道会议的内容啊。那而且搭配折叠的设计啊，可以让荧幕上半部分显示影片内容，下半部分当即时的字幕。所以在追记者会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一定会用上哦。整体来说 ，vivo X Fold 5真是折叠手机中的全能旗舰，从手感、荧幕、拍照、多工效率，还有续航，甚至快充都做得非常完整。不管你是工作狂还是影像控，甚至只是想要找一台可以撑一天又够炫的手机 ，X Fold 5绝对是值得考虑的选项哦。以上就是 vivo X Fold 5的实测，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些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期见喽，拜拜。